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今天想聊一个我想聊很久的话题，那就是社交媒体。具体来说，是我怎么帮助自己戒掉社交媒体，然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好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戒掉社交媒体是我很久之前就想开始做的事情，但是的确是比较困难，因为我整个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分散掉了，再加上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软件，说实话都是为了把你留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所创建的，然后无数的资金和时间都被投入到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所以作为我个人来说，想戒掉这样一个巨大的注意力的漩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好在最近我采取的一些行动有了一些效果吧，虽然不能说是完美，但是还是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想戒掉社交媒体最大的一个契机，其实是在经常我想在某个软件上搜索一些东西，然后当我打开这个软件，立马就有各种各样的视频或者帖子吸引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的注意力马上就被分散到我本来不想看到的东西。然后我看这各种各样的视频，刷各种各样的帖子，可能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突然才想起来，原来我想打开这个软件是想找某个东西，结果就是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前段时间我有看到一个比较成功的软件，就是帮助人们避免掉这样一个注意力被分散的后果。那具体来说，就是当你想搜索某个东西，比如说是在 Instagram 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那它的功能就是你直接在这个软件里搜索你想找的内容以及是在哪个软件上，然后这个软件就帮你直接在比如说 YouTube 或者是 Instagram 这样的软件里边找到你想找的结果，这样就避免了你打开比如说 YouTube 然后立马注意力被分散，然后忘掉自己想找的内容的这样一个功能吧。说起来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功能，但是我觉得它能够帮我们节省掉很多的时间，但其实你细细的想一下也会觉得挺可笑的，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注意力，然后身边无数的软件也好或者是广告也好都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无论如何，回到我刚刚提到的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吧，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把几乎所有的社交软件都从自己的手机上卸载掉了，比如 Instagram、YouTube 之类的，然后中文世界里的微博、小红书等等都被我卸载掉了。只有微信我没有卸载，因为我和家里人联系都是用微信。然后我卸载掉的这些软件其实都是有网页版的，所以虽然我卸载掉了，但是偶尔的我还是会用网页版去
刷，比如说 YouTube 或者是Instagram。但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软件的网页版的体验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最终还是想让人们去下载他们的 App， 那他们就不会想在网页版上花太多的心思。那正是因为他们网页版的体验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使用的频率下降了许多。有时候我没办法继续往下刷新，或者说有时候我去某个视频的评论里看了一下之后退出来，然后我看的视频就不见了，我又回到了我最开始打开这个网页时的那个界面。总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就让我不想继续往下刷了，所以我的时间就又回到了我自己的手上。那卸载掉这些软件之后，我最直接的体验就是我的时间多了许多。在以前，我下班之后有时候会感觉很累，没有什么能量，所以就只能做一些比较无脑的行为吧，就比如说看视频之类的。但我现在好了很多，每天可能最多半个小时刷一下视频，其他时间就用来做别的事情。那第二个好处就是我没有以前那么焦虑了。那以前我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尤其是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自己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看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精彩，多么的光鲜亮丽，然后就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比较。那比较的结果就是我自己变得很焦虑，因为我看到谁谁谁又很成功，又做成了什么事情，然后看自己好像自己的生活里就是一地鸡毛，很多很多的琐事，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样的比较的结果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很焦虑。但是当我不再去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么多的别人的生活之后，我反而能够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第三个好处就是我的情绪的起伏其实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他们创作的内容目的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那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吸引注意力呢？自然就是那种能够刺激你情绪的内容。比如说有一些视频，它会专门就是为了让你觉得很愤怒，或者是非常可笑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们的大脑就习惯了这样的刺激，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些相对长的内容或者平淡的内容，就会觉得很无聊，但其实那样的内容才是正常的内容。有时候在一些视频下面也会有人去发表一些很没有道理的评论，有时候是种族歧视相关的，有时候是为了吸引别人注意力的评论，而不是有营养的让人觉得有收获的评论。所以这样的内容说实话对自己来说没有太多的好处吧。那第四个好处就是我原来会觉得虽然我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偶尔还是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的。但其实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 FOMO 的心态并不是成立的，因为你在社交媒体上所花费的时间和你获得的有用的信息，两个时间和效果比较下来，其实是很不划算的
一个做法。那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不在睡觉之前刷社交媒体之后呢，我的睡眠质量变好了很多。那这个是因为手机它的屏幕的光线其实是会刺激我们的大脑，这对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睡觉之前就是尽量会去看纸质书或者看 Kindle， 那这样会帮我的大脑逐渐的进入睡眠的状态之后呢，我的睡眠的质量也会变好很多。在我戒掉的所有的社交媒体当中，其实小红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小红书，但是小红书上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人他会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都会在上面过度的去美化自己的生活。有人开玩笑说在欧洲的小红书用户月薪10000欧，但现实情况就是在欧洲的平均的月薪可能就是2000、3000欧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玩笑呢？是因为很多人他会在上面说我这个月薪水又是几万几万，然后我又花多少多少的钱买了什么样的奢侈品，这样的一些内容吧。总之就是一些过度美化、不太真实的内容，所以这就会对看到这些内容的人造成了一种不太好的影响，会让他们对现实有一种不太正常的期待。说了这么多社交媒体的坏话，但我也承认社交媒体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可以和朋友保持联系，比如说我现在在国外已经生活了很久，那有时候我也需要在微信上发一下朋友圈，提醒一下大家我的存在，保持一下弱联系。有时候你也能够通过小红书之类的社交媒体找到同一个社群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互相激励。那自然在 YouTube 也是一样的，在 YouTube 上你可以找到几乎所有内容的教学视频，对吧？然后你可能也会在 YouTube 上看我的视频来学习中文等等。只是说我们需要找到这些社交媒体的聪明的使用方法，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主人。卸载掉这些 app 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找到更好的消磨自己业余时间的爱好，让自己沉浸在这样一些爱好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拿来花在社交媒体上了。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做法就是我会尽量减少自己拿起手机的几率。那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会把自己一定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在电脑上完成。那这样我就不需要说我可能需要查一下邮件，我可能需要看一下一些人有没有回我信息而拿起手机。如果我能够在电脑上完成这些事情的话，我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手机上的一些通知或者社交媒体而转移注意力了。总之，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挺好的。那状态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花那么多的时间了。所以如果你也有在生活里感到焦虑，感到有点坐立不安的那种状态的话，
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或者说是因为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让你觉得焦虑。那我推荐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我播客里提到的方法。那这一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